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28日。今日講下少林寺喎，因為咧我2001年嘅時候咧，同我阿爸咧就有即係少林啊。其實佢當時咧就喺香港坐火車去到鄭州，喺鄭州就遊黃河啦，然後就去到呢個嘅少林寺登封少林，後來咧就轉入去咧去西安，去呢個嘅去洛陽，再去西安華山然後再行呢個絲綢之路嘅。2001年咧兩父子嘅浪漫啊嘛，咁但係當時咧喺登封少林咧，我有一幕咧好印象深刻嘅，就有一日咧喺後山上面喺少林寺就見到咧有一棵大樹，有一個和尚就挨住棵樹。結果咧煙霧彌漫喎，煙霧彌漫嘅情況底下咧，我就去望一望呢個大師啦，睇下大師想請教你幾招。結果咧見到大師肥頭得意，擰轉頭望住我，抽一口咧就係大陸嘅煙，然後問我要不要抽一口？抽一口咁我唔使啦，我都諗住其實去後山食口煙嘅啫，但係我食洋煙噶嘛，我即係漫漫長路就有班萬寶路，但係佢係抽國產煙嘅，咁所以為咗紀念呢件事呢，我作咗一首詩。01年時由嵩山少林作詩一首，菩提達摩洞，笑失五語風，漸悟佛真意，苦思九載功。今日古剎子，酒煙臭玉龍。祖師若復生，禪理誰能窮呢？頭四句呢係引用呢個歷史典故嘅菩提達摩洞啊嘛。呢個達摩祖師爺就喺笑失五語風裏邊呢有一個洞叫菩提達摩洞咁佢喺度咧面壁9年呢個學習咧思考咧佛學咁突然間咧漸悟變成咗頓悟啦，頓悟出嚟，然後咧今日古剎子，酒煙臭玉龍又煙又酒即係好混亂咁喎。祖師若復生，如果祖師翻山嘅話咧，禪理就誰能窮啊？有邊一個學習到達摩祖師嘅呢個禪宗嘅道理咧？冇人知道啦。咁01年作詩一首，咁估唔到啦。2005年呢，少林寺主持，人稱咧佛教界嘅馬雲，少林寺嘅 CEO 釋永信就被捕啦。被捕嘅原因係咩呢？涉及刑事犯罪，違反佛教戒律，同埋長期與多名女子保持不正當嘅關係。之前呢就有消息就話佢因為嫖娼被捕啊嘛，咁結果呢佢就話喺妓女都係人，妓女都需要佛法嘅感悟嘅。其實佢去到呢係同嗰個女士呢一對一咁開光嘅係開啟佢佛法之道。咁呢個當然話真係我佛慈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釋永信大師果然係佛法高深啊！咁2015年嘅時候，有一個和尚就叫釋正義，實名舉報咧呢個嘅釋永信，話佢咧佔用公司即係少林寺資產喎。因為少林寺咧其實係有間公司管理嘅喎，話佢佔用，話佢咧個人持股80%，其他嘅部門咧只係持股20%。咁然後咧又話佢有私生子，結果咧中央咧就用咗2年嘅時間調查。中央調查之後咧就發覺咧呢個舉報咧並冇道理嘅。呢個少林寺嘅 CEO 喺當年咧2017年咧個報告出嚟啦，就話咧原來驗咗 DNA 嗰啲仔女唔係佢嘅仔女嚟噶。第一，第二咧佢係代少林寺係持有股份啫，佢個人咧係代間寺去持有股份，因為寺咧係一個宗教嘅機構，就唔能夠持有嗰啲有限公司嘅股份啫，佢代佢持有股份，話佢有15部豪車喎，其中咧大部分都係進口車嚟嘅，佢哋係公務用嘅，所以咧並冇不正當關係。10年前拉唔到佢，10年後點解而家要拉佢呢？咁呢個係咪基本因素改變咗啊？係咪中國政治環境改變咗啊？定係呢10年佢先至有做呢啲嘢？10年前佢係乾淨嘅？係咪咁樣呢？咁當然唔係啦，因為中國所有問題都係政治問題，你唔承認呢，其實只係自己無知於中國國情嘅。因為呢，中共建政之後呢，就嚴厲打擊宗教，所有宗教都受到嚴厲打擊嘅。因為馬克思第一係無神論者，但係咧俄國咧係可以保持到東正教嘅，但係嚟到中國呢，因為中國歷史上嘅動亂同埋呢個宗教咧都有極大關係，百年教黃巾之亂太平天國呢啲全部同宗教有關，所以毛澤東咧就馬上係禁絕咗啲宗教嘅活動，
呢個就係事實。而且歷史上咧有所謂三武滅佛啊嘛，三武滅佛啊就係呢個嘅魏武帝、周武帝同埋呢個唐武宗三武滅佛。三武滅佛咧其中係宗教原因，因為喺中國古代咧呢個嘅土地兼併問題因為有錢人咧就有好多土地，窮人就冇土地。但係其中咧有錢人仲包括咗少林寺呢一啲咧，即係佛教嘅重鎮嘅，因為咧佢哋咧有啲和尚就入咗去，然後咧佢哋長年咧有啲捐款，咁然後就買咗好多土地而和尚咧因為係宗教活動啊嘛，佢哋又唔收土地稅嘅，唔收人口稅嘅，所以歷史上咧凡係啲朝廷咧冇錢咧佢就會滅佛。呢個就係咁，咁所以啦，共產黨建立咗政權之後，馬上就進行土地改革。喺土改時期，少林寺係被沒收晒田產，同埋僧侶咧被逼還俗嘅。以當時咧少林寺嘅主持叫釋素喜，佢嘅回憶咧就係59年至61年，由於糧食不足，多名僧人被逼還俗，寺裏邊只係得16人啫。咁即係呢個千年古剎。喂，長期都以數百數千人嘅喎，咁即係去到59年嘅時候咧，得16個僧人留守，最少人嘅時候咧，只係得2個人啫，大部分人咧就被逼還俗啦。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少林寺咧就係喂呢啲個牛鬼蛇神嚟嘅喎，少林寺係導人迷信嘅喎，所以釋素喜就被定義為大地主，要批鬥。紅衛兵一度破壞佛像啦，同埋呢個嘅佛經嘅。咁呢個嘅主持咧，釋素喜用咩方法咧？就係喺啲佛像嗰度咧，嗰啲話千年佛像嚟嘅，就貼咗毛澤東嘅相。結果紅衛兵咧見到毛主席嘅相咧，就唔敢破壞啲佛像啊，貼到周圍都係毛語錄啊、毛主席啊，咁用呢個方法咧去即係保護啊。咁79年嘅時候咧，哇，由國務院僑辦即係主任廖承志就揾咗香港電影公司拍攝咗咧李連杰主演嘅呢個少林寺，結果咧大火，因為咧呢個改革開放啊嘛少林寺咧亦都係代表意識形態嘅開放，咁所以啦呢個少林寺得以即係保存，而且得以振興咧，就由呢個嘅鄧小平以及廖承志廖承志就係廖仲愷、何香凝嘅後人啦。咁由佢咧就開始咧振興翻少林寺。咁喺呢個時候啦，81年釋永信咧即係而家嘅少林寺主持，就16歲幼齡就加入咗成為和尚喎，一直喺裏邊咧扶搖直上。去到90年代咧，佢只係22歲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成為少林寺嘅主任啦。實際上係掌握咗大權。點解咧？因為當時少林寺咧喺宗教打壓嘅底下咧，其實都係奄奄一息嘅。但係由佢22歲嘅時候掌管咗少林寺，少林寺開始發大財咯。咁開始發大財，後來佢又做埋方丈啦，做咗 CEO。呢個叫宗教界嘅馬雲咧，係名不虛傳喎。今年咧文班亞馬 NBA 最高嘅球星都去咗少林寺學武功，然後全世界都睇到少林寺嘅面貌咁呢個真係證明到佢嗰個公關手段係即係非常之驚人。少林寺喺佢主持之前，其實就已經幾十年嘅宗教打壓，成為咗一個好邊緣化嘅角色嘅。但係喺佢管理之下咧，少林寺發咗大財。點樣發大財法咧？我哋睇翻啲資料，喺2009年，當時登封市政府就諗住打包成立一間咧叫嵩山少林文化有限公司，諗住咧喺2011年咧上市喎。呢個咧係少林寺方丈咧釋永信咧係唔同意嘅因為咧呢個係登封市咧係諗住剝奪咗少林寺嘅權益當時少林寺喺上市前嘅年收益咧係1億5千萬嘅門票收入，登封市就諗住7成就歸我哋呢間公司啦，3成咧就歸寺廟即係5千萬到啦，俾寺廟1億咧就歸呢間新成立嘅公司。呢間新成立嘅公司咧就同香港中旅集團一齊咧就係成立一間新公司，然後喺香港打包上市喎。淨係門票收益有1億5千萬。如果門票收益1億5千萬咧，仲有其他周邊嘅賣產品啦、開光啦加上咧仲有版權曾經咧金庸小說咧喺呢個時候咧拍嗰啲電影係唔能夠用少林寺喎呢個《倚天屠龍記》講咩5大派，講野林寺野林寺，唔講少林寺少林寺。點解因為周星馳嘅少林足球
都係用咗少林呢個字咧，而周星馳佢哋唔願意俾版權啊嘛，唔願意同人傾，結果喺大陸上唔到映嘅，因為任何嘅小說、電影、任何嘅遊戲創作，你要用少林呢個字咧，你就要揾釋永信註冊，要俾版權費。咁所以啦，喺2009年至2011年諗住上市嘅時候咧，少林寺嘅年收益咧，連埋門票應該有2至3億嘅。咁如果以即係香港上市一般7倍嘅 PE 啦，係咪啊？都20幾億市值嘅喎。即係少林寺喺2011年嘅時候有20幾億市值，但係因為少林寺方丈唔同意，佢同呢個登封市嘅關係搞到好惡劣嘅。話呢個犀利啦！一個少林寺方丈竟然係同自己嘅市領導係搞到好惡劣，佢唯一嘅解釋係咩？佢梗係幕後仲有更高級嘅領導保護佢，而登封市係奈佢唔何啊嘛嚇，幕後係有啲更大嘅喺中央裏邊有保護傘保護到佢，所以佢喺2011年嘅時候反對登封市將少林打包上市，佢冇受到報復。2015年嘅時候俾釋正義實名舉報，佢冇受到調查嚇，應該話調查後係冇事，即係證明佢幕後嘅保護傘係非常之強勁。但係點解而家同樣嘅罪名又有事呢？要被拉呢？官宣咗係證實咗，而家正在係依法辦理喎。個原因係咩呢？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係同呢個嘅教宗梵蒂岡有關，因為今年2月佢飛咗去梵蒂岡度見到呢個教宗聖方濟，同教宗咧有會面喎。咁呢個係極大可能喎，因為梵蒂岡係同台灣有建交嘅，而佢無端端飛咗去做呢個宗教文化活動，呢樣嘢有冇得到中央批准呢？我相信有嘅。如果冇中央批准咧，佢唔會去。但係可能係最高領導人見到佢，中央批准係中央部門批准咧，係宗教部啫、文化部啫、中宣部啫。咁但係咧，最高領導人如果睇到嘅話咧，梗係覺得有意見啦。呢個大陸經常發生噶嘛，係咪？有啲中級官員批咗，但係最高領導人見到，梗係覺得唔滿意噶。哇！你點解同梵蒂岡傾啊？或者可能北京同梵蒂岡傾建交嘅情況，傾得好多年啦，亦都唔順利喎。因為你同梵蒂岡建交，就意味住梵蒂岡必須要台北斷交嘛。咁梗係呢樣嘢係祭旗啦，攞釋永信出嚟。係咪？咁呢個係最大可能，因為中國所有問題都係政治問題。呢個唔係我講啊嘛，係習近平主席自己講嘛。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一切聽黨指揮。而聽黨指揮就要堅聽呢個咩？黨中央指揮。黨中央係邊個啊？以習近平為核心嘅黨中央啊嘛。咁梗係習近平好可能睇到呢樣嘢，就覺得唔滿意啦。所以禪宗千年古剎。由呢個嘅呢個咩魏晉南北朝以嚟就已經屹立喺中國嘅千年古剎，去到共產黨嘅時候咧，就幾乎覆滅嘅。咁但係幾乎覆滅咧，就由釋永信振興咗。佢雖然係振興咗，但係呢個少林寺振興唔係佛教嘅振興，唔係武學嘅振興，係咩？係遊覽嘅振興、旅遊嘅振興，係文化品牌嘅振興。少林寺仍在，但係少林寺嘅精神早已死亡啦，係社會性死亡。咁呢個就係少林寺。少林寺其實歷史上經歷過太多災難其中咧就係清朝嘅時期有災難啦。因為咧少林寺同官方嘅關係咧，經常咧都係若即若離。喺清朝，即係呢個少林有好多傳說噶嘛，包括天地會裏邊嘅傳說就話少林寺就係南少林就係曾經參加過咧呢個征討西魯國就由中央政府調派協助佢平定西魯國。咁但係後來咧，見佢冇學即係之心咧，中央咧亦都唔滿意，所以就派人哋滅咗少林寺，滅咗南少林呢個莆田少林咁呢個有啲咁嘅歷史。咁但係呢啲咧就係無從稽考嘅歷史上咧，梁啟超有記載過咧，話呢個嘅唐太宗係徵調過少林僧人咧去統一天下嘅幫手。咁呢啲當然歷史上都係咧難以證實嘅，但係唯一咧我哋知道咧佢同官方嘅關係咧好密切嘅咧，就係喺呢個嘅民國時期，喺1928年嘅火燒少林寺，呢個係真實㗎啦。1920年嘅時候咧，話軍閥混戰少林寺捲入咗咧軍閥嘅勢力裏邊喺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少林寺曾經咧組織個武裝團體咁保護地方嘅。少林寺當時嘅方丈叫妙興，就保護咧呢個寺院同埋地方。因為咁嘅原因咧，就要投靠北洋北洋嘅直系軍閥吳佩孚。
喺吳佩孚手下咧擔任咗咧係團長添喎，直至參與呢個戰爭嘅喎，呢個少林方丈啊叫妙興啊，咁啊就令到後來啊奉系軍閥馮玉祥咧打到去河南嘅時候咧，就火燒少林寺喎，派咗一個部將叫做石友三攻入少林嚇，然後咧就又因為報復啊嘛，呢個其實就係奉直之爭啊嘛嚇，奉系同埋直系軍閥嘅爭奪，咁啊200幾個少林僧人咧係死咗，5000幾卷嘅佛教嘅精華咧係燒毀咗嘅。呢個火燒少林寺係歷史上咧真實嘅火燒少林寺。咁啊康熙皇帝啊，或者雍正皇帝啊，火燒少林咧嗰個咧就係傳說多一啲嚟嘅。咁啊歷史上咧少林寺受到呢個嘅政治打壓咧，以呢個嘅馮玉祥事件為最嚴重，但係後來嘅共產黨仲犀利嚇，因為共產黨土地改革加文化大革命，少林寺得翻2個人，最高嘅時期16個，釋永信入寺嘅時候得10幾人嘅，所以點解佢22歲嘅時候就可以做到少林寺主任？就因為咧其他嗰啲已經7老80啦，得幾個人咧係能夠正式做到事情，就係釋永信嚇，而釋永信扶搖直上成為方丈咧，正係因為共產黨打壓少林寺之故咧，而導致佢呢個機會，亦都係因為佢嘅聰明才智，就令到自己同少林寺發咗大達，經常同嗰啲婦女開光嚇。咁亦都係因為中央允許喎，如果唔係中央允許，佢做唔到全國政協啦，係咪啊？如果唔係中央允許，佢做唔到呢個咩即係呢個宗教代表佛教嘅協會嘅副主席啦、副會長啦。梗係中央允許嘅，所以佢當日中央調查佢冇事，就係因為佢有龐大嘅保護傘。到今天唔同，到今天呢個保護傘第一可能已經消失咗啦，第二到今天呢，就係似乎同政治形勢嘅改變有關，就係北京咧溝梵蒂岡溝極都溝唔到，以前溝得到嘅時候呢，你去訪問梵蒂岡呢，就係宗教交流，而家溝唔到呢，你去訪問梵蒂岡呢，就係勾結外國勢力喎，所以啦，西方國家話同中國有引渡協議咧，或者同香港諗住有引渡協議咧，即係佢哋就唔會用政治原因拉你喎，一定係用經濟原因喎。無論係周永康啊、薄熙來啊，都係用經濟原因拉你嘅，佢就永遠唔會用政治原因拉你。但係實際上咧，就係政治原因大於一切。嗱，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呢個少林寺嘅分析啦。咁啊，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啦。同埋 YouTube 會員有獨家優先睇，同埋咧獨家內容嘅，多謝大家支持。今日講到呢度，拜拜。